如果平行宇宙真的存在，在那个平行宇宙中的你还是你吗？今天我想要聊一聊平行宇宙与活在当下。我对于平行宇宙的幻想最早是源于一些时空穿梭的电影，比如说蝴蝶效应、源代码，他们讲的都是你回到过去改变当时的一个选择，企图影响现在，也就是未来的你目前的处境。而如果你在当时所有的选择都能够引申出不同的未来，而它们同时存在，也就形成了平行宇宙。就像去年讨论热度比较高的一个加拿大的电视剧《人生副本》，主人公每打开一扇门，都是基于他过去的一个不同的选择而产生的未来。纵观这种类型所有的影视作品，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其实讲的都是一件事情，遗憾。你因为现在有遗憾，所以你想要回到过去改变你当时的选择。就像我有朋友，他们会时不时的跟我说，我后悔当时比特币刚出来的时候没有下手，或者是我当时就应该等个半年，加拿大的房价就降了再入手。但其实如果你真让他回到过去，回到当时能够做选择的那个时间点，他真的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吗？当时他的生活环境、资金状况、市场环境以及公司地址种种原因综合到一起，他才做了当时的那个决定。所以在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，即使回到过去，他也还是会做出同样的决定。那些经常抱有遗憾的人，他们其实是不能够接受过去的自己，那个能力和认知都有局限的自己，或者说他们对自己的要求过高了。回到开头的问题，你认为平行宇宙中的你还是你吗？在人生副本和彗星来的那一夜里边，主人公在去到了平行宇宙之后，发现在那个宇宙中的自己活的是自己理想的生活。他们想做的一件事情竟然是杀掉在平行宇宙的自己。所以那个如果真的是你的话，你会真的想要杀掉自己吗？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，如果你突然失忆了，当你醒来的时候，你的生活习惯、你的喜好全部都改变了，你周围的人会怎么说？会说你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今天的你之所以是你，是由你过去无数的选择带来的不同的经历积累出来的今天的你。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接纳今天的自己，你就会发现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。我其实就是一个没有什么遗憾的人。比如我当时的高考分数其实是可以去到更好的专业，但是因为当时的认知有限，我报了旅游管理。但是我特别庆幸我的2个大学室友是2个非常好的人，是他们让我度过了非常快乐的大学4年生活。所以我就会想，也许我去到了别的专业，我的室友没有这么可爱呢。在我加入到那家世界500强的咨询公司的时候，并不是以 consultant 的身份加入的，而是行政，是一个非常初级的职位。但是也正是因为那个职位，让我有机会跟我们公司最高层的管理者一起开会，因为我是那个要去做会议记录的人。跟他们一起开会，让我了解到高层是如何做决定的，让我思考问题的角度打开了。在我后来带团队的时候，也能更好的跟公司的目标相结合。它让我知道有很多在中层以下的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，其实在高层看来并不是不可能。在加拿大加入我现在这个公司的时候，其实一开始的职位我是 overqualified 的，但是也就是因为 overqualified， 我的职级没有那么高，我才有机会成功的转岗，从一个服务型岗位转到技术型的岗位，并且能够成功的从加拿大来到欧洲。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我并不是所谓的优秀的人，我的每一个选择其实都是留有遗憾的。但是我会在每一段遗憾的经历中都找到对自己有利的发光点，并且感恩我所有的经历。我是一个特别知足的人，我觉得知足和不知足的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，知足的人一直关注的是我们当前所拥有的东西，而不知足的人总是看到自己没有的东西。所以这就转回来说，还是一个你能不能接受自己的问题。我接受我现在就只拥有这些东西，
但有些人他们不接受还没有某些东西的自己。如果说接纳自己，一方面是对于过去不抱有遗憾，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未来不抱有焦虑。之前听过一种说法，觉得挺有道理的。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，其实是没有未来焦虑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的焦虑其实是来自于我能不能财富自由？我退休之后怎么办？我的孩子将来能不能成才？而如果你把目光从未来拉回到当下，观察你目前的生活状态，你真的认为它很糟糕吗？如果真的是当下就很糟糕，那你应该解决的是当下的问题，而不是焦虑未来。当然，我们说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我们并不是要放弃对未来的规划，只是说在这个规划的过程当中，你要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，并且当你产生焦虑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什么是可控的，什么是不可控的，并且要采取行动去解决那些你可控的东西。拿我自己举例吧，在去加拿大之前，等待签证的那段时间是没有工作的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我去加拿大读完书之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？是不是就要去端盘子刷碗了呢？但是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端盘子刷碗，我都不知道。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件事情，找了一家本地的西餐厅去当服务员。我当时的月薪只有人民币3000多，每天的微信步数都是2万多，在过年的那几天连续好几天是4万多步。我发朋友圈分享我当服务员的工作日常，我朋友竟然以为我是入股了那家饭店，但是其实我就是在那儿当一个普普通通的服务员。但是我每天很开心，下班之后如果累了，我就在家门口的烧烤店点几个小串犒劳一下自己。所以我发现我是一个拿着3000块人民币工资也可以活得很快乐的人。在那一刻起，我就对未来没有焦虑了。我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都能凑合活的人。我在退休焦虑的那个视频里边有说，因为我在西班牙工作的起始点比一般人晚了10几年，所以我能够拿到的退休金会比他们的上限少35%。但是其实2000多欧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，也完全能够满足我日常的生活开销了。而且就算我未来在西班牙生活不了，我也可以去到更便宜的国家生活。我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，这就是我靠我自己能够达到的可控的这一部分。至于未来这个社会、这个国家的政策、地球会发展成什么样，这些都不是我能够控制的，我也就没有必要为它焦虑。而且我也并不是一个对未来没有规划的人，只是我的规划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。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边也有说，在我出国之前，我同学给我送别的时候问我出国的原因，我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不那么卷，能够快乐的、健康的、安全的生活。当时他们就嘲笑我说，我先找着对象再说吧。但那个真的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。我是看到我同龄人他们当时为了孩子攒钱买学区房，送孩子去学那些孩子根本不感兴趣的兴趣班，还要往里搭时间，孩子痛苦，家长也痛苦。我觉得如果我未来有孩子，我不希望他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。所以这也是我对我未来的规划，只不过我一直没有孩子而已。不过后来我出国了之后，我发现中国人到哪儿都卷，即使是在这边读双语学校，送孩子各种去学才艺，参加比赛也比比皆是。中国人到哪儿都不能接受摆烂这件事情。但我觉得至少在国外的这样的环境中，我是有选择的。所以回到接纳自己这件事情，我觉得那些对未来有焦虑的人，他们其实是不能够接受那个未来可能失败的自己，未来可能因为孩子没有被培养成才而归因于自己的失败的自己，接受不了未来那个没有达到财富自由的自己。我最近和一个在澳洲的朋友聊天，我说我是不是特别自恋呀？因为我发现我每次解决了一个难题，特别是在工作上，因为我的工作还是偏技术型的，有的时候你需要大量的思考和缜密的逻辑去解决问题。当我每次解决完一个问题，我都会在心里边
暗暗为自己叫好，我真是个天才。但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说他从来都不会夸奖自己。我在想，我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？也许我并不是自恋，而是我把我自己的标准定得很低，我只要越过了那个标准，我就觉得自己很好。但是对于他来说，或者可能对于大部分的东亚人来说，我们都给自己的标准定得过高，只要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，你就是不行。所以我就突然发现，你能不能够接纳自己，完全在于你给自己定的标准是高还是低。而这个标准到底是谁定的呢？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接纳自己，那么你便会对过去没有遗憾，即使对未来有焦虑，你也知道该如何采取行动去减少自己的焦虑。我觉得这就是对于如何活在当下最好的方法论。如果你也相信人生在任何阶段重新开始都不晚，那么也许你会对我35岁才第一次留学加拿大，40岁又搬到西班牙来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感兴趣。之后我会分享更多我的真实故事和人生感悟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